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山海大结局惹泪崩，谭松韵发和赵想爹，高志廷千亿总裁终于摊牌了。谁能想到，这年头看个大结局，还没等剧里那首插曲煽情够，现实里的演员们已经抢先一步把我的眼泪开关给拆了。就在昨晚，我的《山与海》超前点播一口气放完。这种提前拿免死金牌看结局的特权感还没散去，心里那股子因为方婉之、高翔、孟思远而起的闷气与感动，就像那种宿醉后的微醺，迟迟不肯撤退。谭松韵发的那几张合照，真是挺杀人的。最戳我的是他和剧中养父靠墙站着傻笑的那一张，明明剧里老爷子的结局让我哭得像个丢了魂的孩子。结果照片里两人的笑容灿烂得一塌糊涂。方婉之这个角色，这一路走来真是跌得不轻。谭松韵说那是踌躇不安的漂泊人生最终靠岸，但我看啊，这就是一个女人在泥潭里死命拽着自己头发往外拔的自救。很多人说方婉之这人设有瑕疵，甚至有点拧巴。但在我这种看多了各种假大空大女主剧的老炮眼里，这种不完美才够人味儿。现在的电视剧动不动就是开挂的职场精英，走路带风，仿佛老天爷是他们亲戚，凡事只要一跺脚就成。方婉之不一样，她选错过人，走过不少弯弯绕绕的窄巷子，甚至可以说吃了不少哑巴亏。但这才是现实的底色。成年人的世界哪有那么多圣诞老人？那一股子从博弈到沉静的蜕变，要是没有之前那些倒地不起的经历，他眼底那份淡然根本接不住戏。倒是高志廷，这哥们儿在大结局的接骨眼上，简直是全剧最大的心机男。他在社交平台上那是真摊牌了，那句我是千亿总裁一出来，把多少人给镇住了。平时看他当那个劝学的话痨祥子哥，穿得跟个随时准备下地干活的基层教师似的。谁知道摇身一变，90年代那种内敛又带点野蛮生长劲儿的职场掌舵人味道，真被他一剑解锁了。高翔对婉之的那种守护，不是那种砸钱买钻石的庸俗烂戏。这俩人硬是磨到了40多岁才把窗户纸捅破。中年人的浪漫有时候比初恋还让人抓心挠肝，尤其是方婉之那一副全然拿捏高翔的姿态。真的，导演你赶紧安排他俩二搭吧，这种 CP 感不继续营业真是浪费。王劲松老师那是不用说的，老戏骨一出手就知有没有。他那种哪怕现实中膝下无子，却能把父爱演得入木三分的功力，这绝不是单纯靠技术能解决的，这是跟角色的骨血融合了。他在剧播期间写的那篇回忆父亲的千字文，我翻来覆去看了几遍。孟思远这个角色那种风骨，压根就是从老一辈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拓下来的印记。以前我们总爱看热血沸腾、口号满天的爱，王老师演出的那种重如山却又雅如谷的父爱，像极了那些曾经打死都不说想我们，却偷偷在兜里塞鸡蛋的老一辈。这种生命重量的呈现，真让现在那些只会在镜头前挤2滴药水眼泪的小鲜肉们自惭形秽。你要说李娟、董卿真的演活了一个骨子里透着倔劲儿的东北姑娘，为了那个永远回不来娶她的连长守了大半辈子，你说她傻吧？他比谁都清楚什么事情。他说谢谢周连长让他见过光，这就是东北女性的那种厚重和热诚。经历过低谷，却还能迎着风走，这种生命力让我在凌晨看结局的时候，一度怀疑自己也曾在那个年代的雪地里踩过几串深深浅浅的脚印。还有希望那个叫郝倩倩的角色，最痛快的一句莫过于接下来的命运列车由你自己掌舵。这种对自我救赎的致敬，剥离了那些为了反而反的煽情套路，真实的有点冷。石云鹏呢？
他告别的是那个从仰视到平视的旅行客，那个曾经的鱼蛋，对姐姐那份藏了整个青春的喜欢，最终化成了一份克制又坦然的亲情。这种翻山过海、顶峰相见的仪式感，带着几分江湖气息的告白，恰恰说明了最高级的爱从来不是占有，而是当我站在阳光下，能跟你并排坐着，而我依然愿意叫你一声姐。这句就像那一碗安安静静炖了好几个小时的汤，没什么花哨的香料，但每一口都是实实在在的肉香。他没想强行给你灌什么成功学的迷魂汤，也不打算为了虐你而故意安排车祸失忆。他就是慢悠悠的在那儿给你摆事实，讲一个女人如果真的要挺直腰杆活着，她的付出多少，放弃多少。他讲年代，讲那些被海风吹散但最终落地生根的选择。这种有担当，甚至活得有点像他养父母那个路数的方婉之，真的是有一种特别安稳的力量。说实话，这2年的电视剧市场上的热闹劲儿倒是足，热搜买了一个又一个，剧名听着都很炸裂，但点进去看半小时就想快进。要么是滤镜开得比磨砂玻璃还厚，要么是台词尴尬的让人脚抠城堡。我的山与海像是个异类，它的火其实带着点复古的醇厚。当一众明星集体出来杀青谢幕时，那不是为了流量的礼节性点赞，而是真的在这场名为方婉之人生路的长途车上走了一遭后，每个人的魂灵都被染了点颜色。大结局后，我看着屏幕黑下去，窗外的天都已经开始蒙蒙亮了。这时候你会想，那些争议也好， CP 也罢，甚至最后那个所谓的团圆，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那份能流传下去的精神。不是完人又怎样？摔得满身是泥又如何？方婉之教给咱们最重要的一课其实特朴实，哪怕命运把你推到一个没人的旷野，只要你手里攥着真本事，心底守着底线，这一根独苗终归是能长成参天大树的。你们追完整部剧后，有没有哪个镜头让你特别想穿回90年代，在那条小巷子的墙角站会儿？或者跟我一样，也在回想自己那个没能回来娶她的周连长？有些遗憾留在山那边了，但这不代表前面的路就没有光。反正这口药叫我是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了，你们在评论区跟我念叨念叨。这部剧到底是哪个角色把你心里最后那层防线给击碎了的？是高志廷终于摘下的马甲，还是谭松韵那个灿烂却让人心酸的笑容？